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贴心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大小厨入局战现在开始。我今年的评判标准也比去年高了。你的结果是出局。天哪，全都没过。不管大厨还是小厨，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口感是超级好，很自然的感觉。入局可不敢？入局，恭喜你入局了。耶！大小厨入局战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再次恭喜本轮最终入局的32位厨师。这一季的选手太厉害了，我觉得我很亢奋，就感觉接下来会很精彩。哇，来了！哇，你们都上去了！他们不会要挑我们挑战的。14个，走了2个。首先，恭喜历经挑战，再次站上棋局的32位厨师。我们将开启新一轮的交锋。团体赛，张帝比啊，有可能。但是不是平均呢？要不然他们就其中有1、2个要1打2。接下来的比拼是16对16，16对16。哪儿来的6呢？我觉得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小厨直接补位，第二种就是节目组有备选的大厨。我从嘉宾，我们不是有去年的1、2、3名吗？通过第1局的比赛，有18位小厨突围成功，14位大厨成功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在正式比赛之前，我们将进行追加赛事，也就是大厨席位争夺战。哇！有机会站在对面。我们从一开始就跟大厨在一起厮杀，能够晋级的，其实都已经是有具备大厨的能力了。然后当这个机会有出现的时候，谁都想去把握。特别像我这个年龄，90岁那个年龄最大的，那担心这个虚荣心是有的。成功实现身份逆袭的小厨，有机会提前公开自己的名字。哇，终于可以有名字了哦！好。信心肯定有的，因为本身在生活中我就是大厨，变成大厨还可以跟那些已经成名了很多年的大师多一点沟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机会。要站上去的严肃的，想好摆个什么姿势，现在在想姿势了。现在想一下摆个什么姿势。我们一起 PK 吧，能当大厨是最好的。谁不想？对。他总有条件嘛，对，那应该有条件。这是什么呀？哇！
哇！食材搞那么神秘的吗？每个都有不同的数字，不同的字母。有啲係年份㗎，是不是茭白那個？茭白，你有肉来了！哇，还是很期待的，是吧？此刻从天而降的，就是你们逆转身份的考题。限定食材创作，这个有点好玩了。中国地大物博，山川湖海孕育出无数带有地域印记的宝藏食材。眼前的这些食材来自3大国家级优质食材体系。MTYS 是中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本次比赛提供的河南濮阳丝瓜、福建龙门茭白、山东高清黑牛、海南崖州金鲳鱼、陕西永寿芦笋、内蒙古土默特左旗香菇、云南松明豌豆均来自这一体系。GI 是中国地理标志，比赛提供的湖北仙桃黄鳝和湖南宁乡花猪都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优质地方特产。AGI 是农产品地理标志。比赛将提供安徽枞阳梅鸭、江西太和乌鸡、甘肃兰州百合、广西灵山荔枝、辽宁旅顺赤贝以及广东饶平狮头鹅。各位要做的不只是烹饪这些食材，更要读懂这些食材。应该好好利用起来，真的应该的。这是年轻厨师的使命，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本局比赛中，所有厨师只能使用以上15种食材进行创作。请注意，每种食材限量提供6份。如食材提供2个部位，则每个部位各6份。OK， 够了。一旦选择，必须使用。因为我们现在是初夏嘛，在这个季节里面，茭白肯定是比较抢手的一个食材。你也茭白？对。我茭白还挺畅销。我把茭白放回去了。茭白选的人多，但是鸭子选的人非常少，所以我更想去挑战一下这个鸭子。哇，王导没有了。刚开始我蠢了，慢了一点。去拿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經沒有啦。你係咪要揾到啊？對。你選了幾個？這麼多！我好想用鵝肝，但是我怕它沒有我的要調料。限定的食材、限定的輔料和限定的設備，就一個局限性的東西把它做出來，我覺得挺有意思。我覺得這樣的考題很好，特別能考驗到一個廚師的應變能力。我覺得成為大廚的人，你要對食材有不同的理解。18位小廚烹飪結束後，由3位評審當場品嘗。所有選手點評完畢後，3位評審將選出2位小廚，實現身份逆轉。我覺得這個是對廚師綜合能力的一個考驗。食材從天而降。所有大家都為之，很平等的，大家一起發揮。大厨席位争夺戰現在開始。特別這種比賽沒有準備的，就靠你自己想。對，臨時發揮。有限的醬料，有限的材料，這個我覺得蠻難的。其實這個比賽呢，是一個很好的歷史來的，因為很多小廚經驗也不小。通過這個比賽，他們有一個機會證明他們本身有的 talent。其實我覺得這一季挺多小廚都有資格能成為大廚的，因為看他們在現場的表現啊，其實都表現得特別好。但是這次更多的是考驗大家的臨場反應和對食材的運用。我覺得選中國地理標誌的好食材，這個很好，因為我們畢竟在中國，我們做的一個中餐也好，西餐也好，它一定要用當地的一個好食材，地域性的好食材去用。在15個食材給大家選擇是公平的，你可以選一個，你可以選多個，所以在一個公平的賽制裡面，大家在發揮自我，那這個高低就能分出來。
厨师的聪明其实也很重要，就发挥到食材的魅力。其实按照规则来说，他选到什么食材就必须要用到他的菜里。对，那如果你太多就没有主角配角，就很乱。所以选多的人其实压力蛮大的。非常期待他们的呈现。荔枝选的好像也不少，你看像甜哭了和港厨都在处理荔枝，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荔枝最难做的，荔枝姐你做甜品，要做成主菜主料的话，它的选择性不多。哎，我也很想试一下那个荔枝什么味道哎，我看起来很绿哎。广西的荔枝应该是那种清甜，所以我觉得我还挺期待这个什么广西的荔枝。甜哭了，目前是唯一一个以甜品为主的一个厨师，期待他做的甜品，因为呢，甜品高手。我看他选了荔枝、百合、丝瓜，然后还有香菇。其他几个是搭的啊，但香菇这个味型在里面，对。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没有做不到，没有做不到。我把香菇切碎，再焯水，加上鸡精酱油等佐料进行烹煮，给香菇带来一个底味。但是还用香菇啊？对啊，它香菇现在煮水嘛。过滤之后的香菇进行烹炒，加上小米辣、蒜头、大豆油，还有用了一些辣鲜露。哦，这很大胆啊，很大胆。它做甜品还加蒜跟辣椒，对。有锅气的甜品呢，这一个。然后拌进我的马德琳面糊里面。我今天就是要做一个多重口味的马德琳蛋糕。烘烤过后的小蛋糕，再刷上一层橘汁糖霜。那这个橘汁是什么？橘汁就是英国的伍斯特酱，它就酸甜，然后还有一丢丢的辣的感觉。对，最早的潮汕牛肉丸的蘸酱就是伍斯特酱，就是给酱，给酱。最后我用荔枝、百合、丝瓜做一个手工冰沙，希望能给评委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口感。我不会担心小厨们会有同样的创意，因为只有我一位甜点师，我觉得我们的思路完全是不会冲突的，所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你用荔枝做什么呀？我做2个东西，一个是手别停了，没时间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管尼塔，一个沙冰，给他们清口的。那个荔枝我尝了一下，还蛮香的。但是我很好奇，他会用什么食材和荔枝搭配呢？就是刚开始我挑选食材的时候，我已经蠢了，慢了一点。别人在挑，我在那一直看，就思考怎么搭配更好。但是我们去拿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哇，没有了。我选择的是有赤贝、荔枝、丝瓜、豌豆仁。我这道菜的名字是果山山辣赤贝，还有一个蔬菜的沙冰。首先那个赤贝做了潮汕的山烟一样，我先做了2个酱，有一个酱就是我用了荔枝、苹果醋。还有柠檬汁，做了一个基底，小米辣、鲜辣露来提供酸辣的口感。其实还有橄榄油起到了一个羽化的作用。另外一个酱我是用豌豆仁、香菜就打进去，变成露式的酱。夠唔夠時間啊，師傅？夠，綽綽有餘。綽綽有餘，慢慢整好佢。我还加了一个冰沙，因为我做的酱就比较辣，吃起来没有那么多负担的一个沙冰去清一下那个口感。我用了荔枝做了一个基底，在里面加入丝瓜、豌豆仁，提供清爽口感。
海菜啦、米糖、苹果、醋拌在一起，然后就放在冰箱里面，就变成一个沙冰，再加上酸辣的刺贝，让朋友们拥有酸甜鲜辣的味蕾享受。哇，这么快！哇，谁呀？胡超林啊？哪里啊？谁啊？这个是一碗清粥，这么快？谢谢你。你好，请介绍一下。三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潮汕的一碗清粥，这个是我那个临场发挥的，而且这个菜里面没有用到任何的调味料，也没有用到任何的佐料辅料，一切的元素都只有百合。一碗清粥只选了百合。对啊，他很自信啊，他只用了百合。对。食材降下来的时候，就很多选手都在想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调料啊、香料啊、辅料啊，都在问。配料是不是随意的？辅料我们自己的不能用吗？我这个时候我就来了一个灵感，那我为什么要去选这些东西？我如果想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去掉，做一个没有任何配料的一个菜，就只选了一个百合。这个菜的一个重点就是以百合清甜的味型为基础，用不同制作手法去体现它的多样化、多元化。那如果真的被我做成了，那我将来大厨的位置，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服口服的。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那就做一个荷花主题，用百合的4种口感和形态来表达。首先把百合蒸了，去除了它的青涩味，只留下百合的清甜，然后再去碾成泥，煸干水分，放碗底当做荷花的淤泥，再用百合做酥脆的荷花。那我就用液氮先把它快速冷冻。使它的各种纤维被破坏之后，再拿去烤箱烤。烤过的百合瓣比喻为荷花，再用百合做一个根，百合根比喻为荷塘的水。因为我的根里有水，它的味道很淡，所以我加了切碎的生百合，类似荷塘里的浮游生物。但我就担心它的味型太淡了。And there's one chef only use lily purple. I think that one. Yeah, and I think it's quite smart because you have to focus on the ingredients. Yeah, that one I think is smart move. 那你说你连调味料都不用的话，这就有点。百合真的不用什么调味料，你放什么调味料下去都会撞的，所以除了甜的东西跟它辅助，其他好像都撞了。它的这个构思还是蛮巧妙的。生的它是清甜，爽烤的这种，烤的口感是酥脆的。不会难吃，但我觉得也不出彩。但是他们吃好多口啊，我一直看他们在吃。Vicky 吃了5口了，6口。在这么多食材里面，只选一款食材的，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一种啊？有种。有种。他敢选一种食材，证明他很有信心去把这个食材的本尊表现出来。我只能说这道菜是一个深深饱满的一道菜，好吃。谢谢。百合用这种形式体现出来，就像一碗清粥一样，
我觉得非常厉害。谢谢。这其实就是考一个厨师的一个创意，15种食材里面挑出来自己最擅长的，呈现的菜品是能够让评委眼睛一亮的，它都是考一个创意的过程。哎呀，他这个终于交了，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太想知道了。3位老师好。你好。你疯了 ，Madeline。这是一个多重口味的马德琳小蛋糕，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甜辣一点，所以我在杯底做了一个爽口的冰沙。我希望我这个搭配是有点意思的。我觉得你的想法以及你没有这个咸甜的这个边界感，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这疯子，就是反正放了一大堆，我觉得好离谱，就是没有吃过在这么那个法式小蛋糕里面有的这么咸香以及这么中式的食材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玩。这是一个 very high umami 的一个 Madeline。很鲜。我下面的部分呢，就是你来的刚刚好啊，因为这是很清爽的一个，差不多是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鼎峰老师好，谢谢。3位老师好，我是港厨锦鲤谷，我今天呢做的是辽宁旅顺的切贝。Vicky 在笑，对 ，Vicky 老师在笑他的港普。我的普通话已经够普通了，你的普通话比我更普通。谢谢。我们是先吃这个还是？先吃切贝，因为我做比较辣，再吃那个沙冰清口。这个赤贝下面的汁酱，我看你把这么多的蔬菜基本上用完了，特别好，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你整个平衡，我觉得很清新、很清爽，没有负担，特别是这么新鲜的一个赤贝，就是应该能够吃到它本味。我觉得你是表达到的，谢谢。谢谢天峰老师。看出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道菜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比如说温度，比如说口感，你控制的特别好，真的。这一轮就是看厨师有没有找到食材里面的主轴，有没有用对的炙烤。港厨强力鼓了，所有的食材呢配的特别好，甜酷了真的很大胆，真的是一个个人风格的菜了。阿妹，这个是那天坐在你旁边的那个特务追厨。我很期待他那个出品，因为我昨天就看他干活，他昨天干活台面就非常的有条理、整齐。我最讨厌的就是混乱，因为这就是我 J 人的性格。我想事无大小必须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来做小笔记。哦。我是会在桌上贴一个很完整的计划表，然后严格按照计划来走的人。那比如这次我选了4个食材：乌鸡、茭白、豌豆，还有赤贝。那我的计划中最重要我要先做的东西就是把乌鸡熬成一个高汤，因为熬鸡汤的时候呢，鸡皮会有很多的肥油出来，那个汤就不会那么的清澈，所以我把鸡皮拿出来之后放到烤箱里面，把它弄成一个很脆的脆片。所以我的这道菜就是吃乌鸡不见鸡肉这种感觉。后厨操盘手好像也是熬了个鸡汤。对我来说，我觉得乌鸡是真的比较适合做汤的一个鸡。
其实选材料的时候，我是选的比较多，他们觉得都好像太多了。这么多，我看看。他拿了6个食材，他说玩一玩咯，就很轻松。他的逻辑非常的强，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我今天做一个汤一个鱼，我先用鸡白汤的手法把乌鸡熬成一个汤品，因为这种汤要把鸡骨打碎，然后熬很久，所以这个汤其实它很浓味，你喝起来的话，好像在喝一个鸡进去的。然后呢，我就处理鲳鱼的部分。他以前是做金融的，很成功的。后来他自己开餐厅，应该有10几年吧。啊，也非常成功的。我女厨在香港做海鲜是有点名气的。而且你看他处理鱼的方式也有些特别。做那个金鲳鱼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油封的方法，把鱼放在我高汤的那个锅上，用蒸汽去煮。这个不是一般的油封的煮法，但是比较方便，我可以随时去看到那个煮的程度。sauce 部分呢，我本来想做一个焦糖太妃奶油酱，但是现场没有提供太妃的成品，所以我尝试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呢個糖係做咩？焦糖。我会先把糖煮到一个焦糖的形态，然后就把豆豉放进去。接下来把加热后的奶油放进去煮，焦糖呢可以中和豆豉的咸，加了奶油可以把酱汁饱满一下，搅拌过后就成了我今天的 sauce。也不知道怎么想到，我只是觉得应该好吃吧。豆豉酱是不是？对，豆豉，他把豆豉和太妃酱做了融合，很有创意。She looks relaxed. Relaxed but professional, and then also like no any show. It's just the chef.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 what he do. Hello， 你们好。我弄了一个小小的简介。你还有时间干这个？哇，他还打印了一个介绍。他昨晚没睡觉，做这么一个事情。厉害。这一道菜的名字叫山海清河。这整道菜我们讲究的是不同的口感的搭配，所以可以分开吃一下，然后再混起来吃一下，应该有不同的口感和不同层次的味道在里面。我的另外一个主要食材就是茭白，茭白卷成一个玫瑰花的形状，可以把酱汁更好的在每一层里面浸透它，吃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想听评委说一下，它的是什么味道？我觉得就还是像你的这个代号一样，你还是把东西想得非常的 J 的，非常通透的。谢谢。我觉得吃起来也有层次，从上面脆的到下面赤贝，再到豌豆，再到茭白，很好。我也觉得你刚刚步骤全部很美的，可是我希望可以有多一点乌鸡的感觉，这比较更好。好，谢谢。乌鸡本身一个很好的食材，你可以用来做一个酱汁，但是酱汁它在这道菜上面放的不够啊，那我没有感受到它应该有的乌鸡味道，乌鸡应该有的 attention， 应该有的尊重，它没有表达出来。还有 table side 的 service， 行。其实所有的贝壳类都怕煮过，所以我把切贝轻轻煮一下，和百合一起摆到那个汤碗的底。到了评审面前，我才把那个乌鸡汤再放上去，那就可以保证他们喝汤的时候汤还是热的。这个乌鸡汤我是用那个白鸡汤的方法去做，它是整个鸡打碎去煮，所以这个汤是黑黑的。我们应该先吃这个还是先吃？可能先吃汤吧。OK。对。这个汤的颜色我怎么觉得这么不友好？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因为鲳鱼本身它的肉质比较紧实，所以你用了一个这个豆豉的 toffee 去包裹住它，我觉得是很好的。后来有一个热汤去清洗一下味蕾，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想法。我感觉它会进。我就觉得是。那首先那个汤，全都也很鲜很甜，全都可以达到你应该食材应该有的尊重。然后这个鱼呢，酱汁放的其实很多，我猜可能会不会太咸呢？但是你控制的很好，鱼也煮得刚刚好。哇，超高评价，就差龙酥了。我觉得汤好喝的，菜好吃，这个汁酱调出来挺特别，我觉得挺好。谢谢老师。这道菜一做出来之后呢，你就看出来驾轻就熟、行云流水的感觉。你说一下子一眼特别惊艳呢，也没有，但是你吃就很舒服。从这道菜吃下来，看到背后，人家也是个高手。我见到今天大家做的菜，其实那个调味都是比较保守，但是他是唯一一个把豆豉放进那个 sauce 里面的厨师，他对于调味的理解很高级。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傲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傲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朝阳门除草，请前往评审席。哦，他是唯一一个用牛舌。各位老师好，我这道菜呢是一个慢煮的牛舌，用高汤慢煮一整只牛舌，使牛舌的口感达到最佳。搭配的这个汁儿呢，就是做了一个香菇油，对，就简简单单。完蛋了，它冷掉了。我按完铃之后，我发现前面还有4、5组的人。我等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菜已经冷了。我觉得作为厨师而言是非常不合格的。小伙子没信心啊，这小伙子。温度可能给你减了不少分嘛。那么凉了之后，牛舌的口感肯定就没那么好，它就是会发硬。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你。其实比赛里面呢，经常有状况发生的，但是成为大厨的话，一定是要找到一个 solve the problem 的一个 situation。老师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吴越实验家，今天带来这一道是台湾的姜母鸭。姜母鸭是一个很有名的菜，它是福建的家常菜。姜母是一个风味，姜母的风味来自于姜、麻油、酒、糖。为什么不选择砂锅？因为砂锅前一轮用过了，这一次的卤肉饭我是用煲仔的方式去呈现。哦。然后这一次我想呈现的是比较精致一点的摆盘。然后刚才这个盘子是有加热过，然后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
可能有点冷掉了。它的姜母鸭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像这种菜，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这次我用砂锅做了一个煲仔。三位老师好。你好。哇。他用一个砂锅去保持鱼的温度，这个就是临场的经验了嘛。鲳鱼有一点点过火了，它过来的很热很热很 impressive 的，但是鱼可能柴了一点。这个鲳鱼你是先煎过吧？对，先煎，再2次给它居香。就是我时间没掌握得好，过了。砂锅确实可以保温，但是也会焖过手。好矛盾的，这个比赛是很难的。谢谢你。那今天没有一道菜不好吃的，让我挑这些厨师的菜有什么不好？我觉得都是吹毛求疵。我带来这道菜呢，就是左旗香菇煎牛肉。先将牛肉煎到6成熟，再把香菇一起去爆炒煸香。希望大家入口的时候呢，有牛肉的焦香。菇的菌香在里面，非常好。但是呢，要进入到大厨阵型，这道菜的创意肯定是不够。谢谢你。小厨要具备非常多的条件才能变大厨，比如说如何确保这个菜的温度不要冷掉，在选择器皿的时候能不能为菜加分，设计菜的时候有没有创意。大厨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技巧上要再细心很多嘛。然后汤可能会觉得偏浓，而咸了一点点，我离评委的位置比我想象中还要近，他们讨论的东西是我都略摸听见。就只是这2次比赛我都非常紧张，心脏跳得巨快，心理状态、生理状态会很紧张。但是我也是兴奋的。我对这个比赛的赛制，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既然你是要一个小厨升大厨的一个争夺战，那你肯定要展示一些其他人未必能做到的东西吧？那就试一试呗。我选到的食材是芦笋、茭白、丝瓜、香菇还有鹅肝。一看到这个食材的组列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想法。这个就芦笋啊？不知道。但是它这个也有点危险的感觉。它做卤水，1个小时做出来味道能入味吗？我很期待它鹅肝的呈现方式。哦，它是用速封瓦具，然后给它抽真空，改变气压，让它快速入味，然后再蒸制鹅肝。太聪明了。我觉得那个盘子应该会很有意思。那我很好奇他们做什么。我们过去看一眼。终于来了，我看看这个。熊猫。老师你好。Hello， 谢谢你。放这里。Thank you。我明白了，他做的一个蒸的鹅肝那个。蒸水蛋吗？对 ，custard 那种，它是要稀释一点的。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蒸蛋，它是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杯底的鹅肝蒸蛋，我是把蒸熟的卤水鹅肝搅碎成泥，把蛋黄加入泥状的鹅肝里进行搅拌过滤，再倒入杯中进行蒸制。这一部分就能带来鹅肝的鲜香和顺滑的口感。第2部分是我用茭白蘑菇丝瓜做成蔬菜花，因为我没有在当地这里找到做蔬菜花的模具，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纸杯剪了个模具出来，把那个花放在纸杯圈里面，再将蔬菜花放入蒸好的鹅肝蒸蛋上，
这部分能带来蔬菜的清甜。最后是我的澄清蔬菜汤，我打算是把所有的蔬菜用绞肉机绞成碎，然后混入一个蛋白，倒入水中，让它变成一块饼，然后去吸收它的杂质，再进行一次澄清。在澄清后的汤里加上木薯粉，就会让本就清甜的蔬菜汤增加一层绵密的口感。他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合理的，都是所有任何一步都是合理的。我怕那个汤不够烫，我在旁边再装了一杯，可以让你们再试一下那个汤的状态。首先这个鹅肝做的超级美，下面的 custard 的 texture 的汤，上面的蔬菜，全都煮的刚刚好啊，调味也是刚刚好。就是鹅肝的出奇的干净，以及这个滑度，这种细嫩，跟你这个碟蔬菜这个形状以及吃法质地不同的碰撞，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觉得汤好喝，清甜。第一口就是很鲜的，我菜里面一定有一点高汤、肉汤什么，但是的甜味就是完全来自蔬菜，对吗？是的，做得很好。谢谢3位评审。厉害，这真的很厉害。现在这些00后的思维啊，就非常好。他们敢尝试。我还是很期待那个00新竹。啊，00新竹。第一轮他做那个太厉害了，应该是头3的。对。而且他还是很年轻，创意的爆炸感。对，爆炸期。David，我觉得你可以收个徒弟，给他收了。他选的金枪鱼，亚洲区的金枪鱼，因为气候和海域条件，它的肉质是很紧实鲜美的。我做的这道菜叫炭烤金枪鱼，配时令的时蔬。选择做海鲜的话，是我擅长处理海鲜。金枪鱼它的肉质偏粉嫩，比较容易入味，所以腌制好的金枪鱼我会用苹果炭去烤，这样也会增加一点炭香味儿。蔬菜我选择了芦豌豆、茭白，还有芦笋，这些都是当季最时令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你看它和后厨熊猫都用了芦笋和茭白，茭白现在培育的也非常好。中国人过去叫第6谷，我们不是5谷吗？这个说法。对，这个第6谷就叫菇米。大概它菇米就是有一个问题，它经常会感染黑粉病，结果就是茎的部分膨大。古人意外发现被感染的茎部口感鲜美，就有了茭白。茭白是个意外来的。美丽的误会。为了让食材本味最大化，我就用芦笋的边角去煮水，然后用芦笋水去焯芦笋，再放冰水里冰镇，就一点都不浪费。茭白片也用茭白水和少量橄榄油去炒制，豌豆进行简单的炭烤，这样就能充分发挥各个食材的本味以及特性。因为我不想破坏食材的本味，所以我用胡萝卜、洋葱、大葱以及大蒜等蔬菜熬煮一个高汤，过滤浓缩后加入柠檬汁和盐，增加一些酸酸甜甜的口味，以此来衬托食材本味。就不要因为这么好的食材过度的调味、过度的烹饪，把好的食材就毁掉了。为了搭配炭烤味，我又炸了葱油，葱油放在炭火上恒温，能让葱油味更浓。过滤后淋在汤里就完成了。来，老师好。我
们用了海南的一个金鲳鱼，然后我们用了3种时蔬。鲳鱼的话，想着说用炭火烤一下，让它皮脆一点，然后里面是鲳鱼本身那种粉糯的状态。目前我觉得它是稳的，它绝对稳。首先你的金鲳鱼的皮做的很脆很脆，你的鱼的熟度真的是刚刚好。金鲳鱼在烤之前，我会把它先放在冰箱里，利用冰箱的风口把鱼吹干一点。吹干后，我会在鱼和烤架上分别喷上油，再去烤，这样也会防止鱼皮粘连，从而变得更脆。下面所有的蔬菜，你的熟度也是我们说叫 al dente， 你应该表达的状态全都表出来了。我的想法跟 Vicky 老师一样，每个食材的准确性是非常高。我挺喜欢你的指甲，很浓郁。好，谢谢龙叔。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我觉得他和熊猫综合能力都很强。想不到今年有很多厨师来自必翅膀餐厅，他们的手艺和功夫有一点说法。能上必翅膀餐厅的都是经过大众口味和评价的沉淀的，能够长期稳定的输出好的味道本身就是很难。我也想今年多去好几家必翅膀餐厅尝一尝。我现在开演唱会，去到每个城市都会用大众点评必翅膀，看看有什么餐厅是值得打卡的。要找当地的味道，不会错。这次还是厉害啊，没有一道难吃的好。对，是每道都好吃哈。羹终于来了，看看这个。哎，它的器皿也选得挺好看哦。你看又有保温，然后那个碗里面还有东西。Hello， 3位评审老师好。你好。我今天带来的是非传统的顺德鱼羹。顺德鱼羹值得期待，因为它里边确实本身的口感就很复杂。里面呢也会给大家搭配上炸的一个鱼酥，它呢会在里面增加一点传统顺德鱼羹里面懒人的一个作用。我很喜欢你的创意，因为你刀工、你的炙烤全都在。我特别喜欢你猪油炸的一个，但是用鱼的嫩味做出来是特别好吃的。这个做得很精致哈，还有食材也很丰富，味型也很丰富，我个人觉得很喜欢。谢谢大家。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道荔枝味的宫保乌鸡。我觉得很好玩，我没想过乌鸡跟荔枝用这个吃法。我觉得太合适了，因为本身荔枝的这个酸甜果酸加一点点咸辣，我觉得好搭呀。我觉得这种冒险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开了。哇，好香哦！哇，香味的出来了。师傅，你做什么排骨啊？茶油蒸排骨。不，他们3个都一样食材的。都排骨。我炖芦笋汤。小辣椒做什么啊？他做糖醋排骨。宁乡花猪肉，我们湖南的特产。这个花猪肉它不像那种大骨头的肉，花猪肉它骨跟肉它本身就很鲜美。对，它不是很柴的那种。哎，小雨，你看大家不约而同的，还是都选了各种各样的肉啊，还是都爱吃肉，没肉真不行。确实，而且你看做肉菜，大家都习惯性的会往里加点蚝油，加一点进去，味道立马就会被勾出来，这样肉吃的也会更鲜更入味。当然了，肉类烹调盲选海天蚝油就对了。原来是这样。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道家常味道的糖醋排骨。我认为最抚慰人心的不是顿顿山珍海味，而是您回过神来，踏踏实实的尝一口家常味。生活本就是酸甜交织，我希望各位评委老师都甜甜的。真会讲。我觉得作为一道糖醋排骨，
我很难挑出毛病来。对的，排骨呢，其实口感呢很嫩，甜酸的味道是很 balance。肉质对我来说可以再稍微松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整个味型我觉得非常准确的。谢谢各位老师。我这个是麻油豆豉蒸发猪肉排，排骨倒入米酒，还有一些调料，最后淋上茶油，直接上高压锅蒸18分钟就可以了。它要拌一下。对，这个主要是下饭拌饭好吃。它蒸的时间是做得很好的，辣味也控制得很好。哎呦，我看榕树饿了，榕树肯定喜欢呢。我做了一个排骨跟芦笋汤。哦，他做3道菜，有凉拌菜，有汤，有主食。先炖排骨，中间我把芦笋的头和皮全部下去跟它一起煮汤，煮熟了之后渣去掉。要上菜的时候，我把嫩部的芦笋放进去，煮开就好了。就很原味，很清爽，菜味很重。现在是18个里面，我们3个人一起选出2个。目前为止太难选了，都太好了。今天做这道菜叫海王生开，我兑了2种汁儿，一种是我们鲁菜的红油汁儿，没有辣根和山葵呢，我就调了一个酱汁儿，因为姜会驱寒。我觉得这道菜像个国宴菜。今天这一道菜概念来自于潮汕的卤味拼盘。这个卤水很香，鹅肝处理得很好。谢谢榕叔，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今天表现的这些厨师啊都非常优秀，你在这里面你要挑最好更好，所以他18个人里面，我们还是要重点拿个我们觉得能闪光的，很难选的。现在公布，通过追妻赛成功晋升为大厨的2位小厨。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对菜品的一个呈现也好啊，对一个概念也好，我觉得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还是相当有信心的。我说是你上去，不会，必须的。后厨熊猫，我问我的大厨，大家都公认是熊猫。我觉得功夫熊猫还有甜哭了，港厨潜力股蛮让我欣赏的。00后新厨表现得非常出色。今天有很多选手做出高水准的菜，就看谁做的比较有层次感，谁可以看到多一点技巧，多一点思考。最终成功晋升为大厨的选手是恭喜你，后厨熊猫，后厨熊猫。哇！可以。大家在哪里拍？恭喜你，你是大厨了。请后厨熊猫登上大厨席位。后厨熊猫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去做这道菜，我觉得挺大胆的。它的这道卤水鹅肝不只是摆盘好看，它的层次以及它的手工很难挑剔了。这些是没有100次的调整，你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他用了不同的素菜做的一个汤，虽然很简单的只被带出来，但是做的真的很好。一碗蔬菜汤里面都能喝出肉麻的香味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很优秀，做得很厉害。后厨熊猫，请大声告诉大家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做欧浩然。还挺帅，哦，帅气。太酷了，就好像你是一个优等生，然后可以跳了1级。恭喜你，大厨欧浩然。从小厨变成大厨这个身份的转变，第一呢是压力吧，就是你得对得起这个名字。期待一下欧浩然吧。
接下来宣布第2位成功晋升大厨的小厨。我能不能上啊？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甜苦了跟后厨操盘手，看2人之间其中一个。甜苦了一碗清粥。00后新厨。总分排名第2，成功晋升为大厨的选手是后厨操盘手。后厨操盘手。你看，我就说吧，就是你，快去！哇，没想到啊！我有想过，这位厨师程序很好，他把翅背切得很薄，然后用热的、很浓郁的乌鸡汤淋下去。从这道菜吃下来，看到人家也是个高手，他能够成为一个大厨，我觉得完全匹配。我本来是做金融，然后一直来说我很喜欢煮饭啊，接手了餐厅。我给自己1年的时间，想知道如果把爱好变为自己的工作，还会不会喜欢？现在做了12多年了，我还是很喜欢。对我来说，做饭是可以给朋友跟家人传递快乐跟爱，我觉得这是厨师的意义。后厨操盘手，请告诉大家你真正的名字。我叫张婉玲。其实我是改过名的，以前的名字叫江若楠，男生的男。那个是我爸爸妈妈把他们对我的一生的期望呢放在我的名字上，但是后来是我开餐厅的时候自己改了新的名字，现在叫江婉玲。我其实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名字，然后很开心可以在节目中叫出我的新的名字。江，名字也好听。他是放弃了之前所有的一些积累，然后跳进了这个行业里面，从小做起，到今天变成大厨，哇，不是很帅吗？很难在一场比赛里面18个人，每个人都不会出错。这届的选手我觉得强，特别厉害。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比赛，我感受到一帆风顺的第2段很精彩的。听说你们选了赤贝，是啊，那这个对储存条件要求很高了。哇，你们看海那么新鲜，是啊，你知道为什么不？为什么呢？来，我来给你展示。嗨 Como， 帮我把冰箱调到适合存放赤贝的温度。好的，冰箱已经调到2度，把赤贝放入 AIE 票临仓储存，能最大程度保持赤贝的鲜甜。哇，这就搞定了。对啊，Como全屋智能系统很聪明的，一句话就能给这里的所有冰箱精准调温。难怪我们的食材保存得那么好。是的。恭喜成功入局的16位大厨，16位小厨。好漂亮，好帅，好帅！哇，这是什么？擂台，全哥，你的擂台来了。中间是要站上去吗？这是要干什么？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哦。我看不到顶上哎。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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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红汤、红油、红豆，那儿石台。这个主题也挺奇怪啊。
我应该是关键字，然后你做的菜跟这个字有关系。1、2、3、4、5、6、7、8，8个主题吗？身上还什么东西啊？哦，棋盘4个座位2对2。估计今年应该会有新的花样。第2局对决主题：海天大小厨2对2对决战。2对2，2个小厨，2个大厨，对，还是1个大厨1个小厨。注意是2个大厨对打2个小厨。哇，这不一样了，周不宜很着力啊！2个大厨对2个小厨，原来是这样，这么大这么小啊，好玩，太好玩了。本轮只有8组选手能够继续本次的封神之旅，也就是说，如果淘汰，则2人同时淘汰。刺激！我是觉得绝对的碾压，就是对，更重要是如果都8段，对，都8段，双把家还。今年这么激烈，从一开始就开始厮杀，这样子 PK 8组都是大多数是大厨赢。妈呀！小厨和小厨、大厨和大厨之间的较量，对我觉得蛮公平合理。为什么一定会输？都是大家这样比过来的。看他们不爽很久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跟着大厨的经验比，可能稍显不足，但创造力是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大厨们未必能赢过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固化思维。干他，干他！他们压力比咱大呀，手都在抖，谁都不想拖后腿，这个状况。对，真的。怎么组队？我们怎么不知道呀？组队方式自由组队，组队成功后，请到各自挑战区就位。你挑谁？我没有挑谁，谁都行。咱俩走了，走了。咱俩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咱们菜系差不多，海鲜嘛，对不对？好，我们2个吧，共同进退啊。来吧。你们这么快啊？哇，好快哦！我没有，谁都可以。来 ，come on。可以，张老，我跟你一组。可以，没问题。人哥俩肯定的嘛。咱们俩吧。啊，淮扬菜混个云南菜原料，走。哎，我们一会儿搞一场也行，那不行我们就炒员工餐喽。哎，走。我们俩吧。对啊。走吧 ，Let's go 了，多点事儿，对不对？对。免油。Can do. Let's do it. 我们是川湘合作的。对。给我。Yeah, let's do it. 我们是不是要中西合并啊 ？OK。你们不想做一个中餐的吗？因为我一直很喜欢 Chef Eric， 所以如果他开心的话 ，Yeah, one Chinese, one Western, maybe better. You work? Yes. 哇，这么快！哇，你们默契这么好啊！我们这边还散，还散。哎，这是一个好事，我们看看他们选谁。哎，对，有道理。然后我们想想，他们大部分都是同一菜系的，对，中西西。我觉得小厨谁都不能放弃，我们围起来商量一下。商量一下 ，OK。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见，我们不管他们选谁，他们怎么搭配都没有关系。但对于我来说，我们都是小厨，我们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互补，然后去干他们。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是距离。就是看看哪2位组队可以练菜的，练菜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太长距离线上沟通没有办法从嘴巴试那个味道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方面，但是是填窟了，依据到地理位置这一点，然后我们按照地域去划分的。那我跟你就 OK 了。我们的程度可以去试。对，我上海也行。我选你。我觉得你们俩沟通好，沟通一点。来，我们答谢，来加油，走，加油！来，一展加油，加油！下面公布第2局海天大小厨2对2对决战的对决主题。在中国，总有一些经典名菜能瞬间唤起我们的味觉记忆，它们来自不同地域。经过一代代厨师传承修正，像海天400年正宗中国味一样，在时间里沉淀出属于中国人的味觉审美。经典
考验基本功，解构考验创造力。所以本局考核主题为海天中国味，挑战中国经典名菜。手拿把掐，川菜的经典很多哦。对呀。经典名菜，来吧，没问题的。解构的东西是我们擅长的。没错。解构其实还好，对，就是你把东西元素解构出来，不一定做成一模一样，对。经典菜不是要改的，还是吃下去那一刻，吃的人会马上想到那个经典菜的，我觉得最精的部分。现在公布挑战规则：大小厨组成挑战对手后，选定同一个棋子，每个棋子所代表的经典菜将在选定棋子后公布。我已经确定好我们要打哪一组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我们用实力赢的话，我们就打这个湘菜和川菜大师。第一组选择挑战的大厨是黄慧明、邓华东。好，雄起！加起来多少啊？150了吗？没有啊，一个60，一个130。选他们组的人会多。这么强的阵容，你们有没有不敢来？挑战者请上前。我们走吧，走，我们走吧。有种啊！还没有下棋之前，我们就商量好，跟邓师傅、黄师傅两位大师 PK， 他们足够强，我们就选他了。我们就选两位最强的老师去 PK 一下。请大厨选择挑战者。首先，很感谢4队选手看得起我们2位，我觉得你们赢了，那是中国餐饮的未来更强大。如果我赢了，就给我了更多学习的机会，我可以继续看下去。所以说，既然你们4组站这里了，你们猜拳。哇！猜拳还有这种说法。每组派个代表。石头剪刀布。来，我们3个来。石头剪刀布。哇！你好，可以。我们2个，一个厦门，一个大连，南北海王挑战，川湘挑战。大厨黄慧明、邓华东，小厨大连海王早餐爸爸，2组成功匹配。匹配失败的小厨仍有机会再次出列。现在请成为对手的2组选择挑战棋子。我们小海鲜，我这没有海，没有，这没有海鲜的。对啊，怎么他当少当什么奖？烧腊。对啊，烧红烧。我就当时呢，我就一个想，就选烧吧。要红烧，不管你红烧肉还是说红烧海参呢，红烧鲍鱼，你就红烧这个东西，咱是特别俗的烹调方法。我们都拿一个鸡吧。但是呢，邓师傅说要鸡，都拿一个鸡。早餐爸爸他也不见人，他说想做什么都行。就因为我们只看得懂，就是鸡是主要的食材，而别的都是调味料和烹制方法。最好是鸡，我觉得就是鸡是最勤奋的。对，早上鸡鸣了，天亮了，干活了，选鸡。好 ，OK， 来，那个拿过来，对，好。我这个人就是爱面子，有时候抹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鸡有可能白切鸡啊，广东最经典的。我觉得他既然会把鸡放上去，他应该不会出很简单的题目。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哇，鸡丁啊，稳了，
我们邓老师抽到宫保鸡丁，那就是手拿把掐了，那做了一辈子宫保鸡丁的这个人。张西湖没问题啊，宫保鸡丁做了几十年了。这不是你的专长吗？这个稳了，恭喜恭喜！没稳。选之菜。所以说每一个字里边肯定是有那个菜的名字。是。第二组大厨王刚、苏华，挑战者请上前。全部出了。哇！真吉利。我们选闪闪惹人爱这一组，闪闪惹人爱这一组。好。因为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非常抱歉把你顶替了。评审荣叔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闪闪惹人爱。走，恭喜恭喜！好，谢谢谢谢。我想给您个机会证实一下，您比我强。好，老包尤总说得好，好，还有谁？来呀，你过来呀！你怕什么啊？我们当时没有下来，是因为我们想选择更强一点的。如果喝茶，我送你回家喝茶。茶满是送客，我会给你斟一杯满茶。我喜欢。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害怕你们，但是我们一定要选你们。没有那么多说了，吃了再说。走。麻婆豆腐。哇，红烧肉，大虾，西红柿鸡蛋，这个有100个方法，真的。哇，这个很难啊。青椒牛肉，哇，3个做西式的，你知道吗？海天大小厨2对2对决战，全员匹配完毕，即将进入竞技空间。欢迎32位选手进入海天一饭封神第2局比赛现场。本局比赛是海天大小厨2对2对决战。本次比赛，评审将在看不到菜品制作者身份的情况下，做出绝对公正的评判。最终用菜品征服更多评审的一方，才能成功留在局中。盲品呢，就是没有机会解释，我们只能靠味道来评审。在盲选更残酷。我现在的用的是心思呢，他们不一定能看透。其实盲评对于每一个选手都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它一定是以味道去取胜的。无论是谁都有赢的机会，只要你做的这种东西能切中他们的点，都赢了。这次的2v2赛制，就好比我以前做一些 forehand、sixhand 的活动一样，会有独奏和合奏，很考验2个厨师的配合。这个有好有不好的，2个厨师爆出来火花，可能很多新的 idea 出来。但是如果2个人有分歧，这个就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1+1不一定大于2，也可能等于混乱。本局对决中，食材坊已设置海天定制调料专区。作为拥有400年正宗中国味鸡店的调味品牌，海天将为本局提供多种中国味型调料，选手可根据菜品需求自由选择使用，为本局挑战中国经典名菜提供更多创作可能。大厨之间的合作一定是1+1大于2，我们一定会旗开得胜。又一次碰上了大厨，
但是这座山我们会再一次翻过去。我对所有的设计全部都很有信心，不能输。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是谁，我的对手不是他们两个，我们的对手只有我们自己，没有悬念，我们是最佳拍档，肯定是我们赢。海天大小厨2对2对决战现在开始。黑总，我们要不要穿这个？好啊，来，我帮你穿，你帮我穿。这么暧昧吗？哎，不用，自己穿的。You see, they seem to be playing. 这2位更像2个教授。这2位教授到底做什么菜呀？这组好看了，都是厉害的组啊。Give me a chance. This one. Give us a chance. Oh no.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OK。哇！辣，然后牛肉的滑。The first idea on the bottom we put something. And for the beef we put in the middle, and we give green pepper sauce on the top, and we can make one tendon, crispy tendon, deep fry, puff up. It will be very crispy. And then we give some seasoning. Seasoning we use a chili. So basically it's like popcorn, kind of. Eat it together with this one. All can separate. I really like this idea. Yeah, I think for me, like I have only one hand, western side. But with 1-1, we have 2 hands. So we have one more chance to win. A27冷菜啊！正好我餐厅也在本地嘛，我邀请他到了我的餐厅，一起去试一下讲法。Anything else? The onion. What kind of onion? Baby onion? White onion. White onion. Yes. 白洋葱有吗？给我拿一个白洋葱。白洋葱好。对。I know the 1-1 for a short time. Already have some good hospitality from her. But when we cook together in the same kitchen, I found we have actually quite different mindset. I think you have like more like the julienne, the sticks. But if I cut the cube on the top, cut the julienne on the middle, it's very weird in Chinese cuisine. I think that the white pepper leaves can put also more. Cannot put more. That one is a Sichuan pepper flavor. In English, like every pepper is pepper. But in China, Sichuan pepper and the pepper, the green pepper is totally different words, you know. 我的队友他是芬兰人，那其实在他的思维里面对青椒牛肉的想法跟我还是有一些出入的。We should practice. Better is tonight. It's just too many things, and then tomorrow is just the deadline. You have to practice. No, but to be honest, like sometimes we change the menu. First day, some things maybe outlook not perfect, but you have the emotion in the dish. Yes, I understand. For changing the menu for the restaurant is totally different than competition. No problem at all. Already once the taste today, then tomorrow is just the deadline. Okay, let's see. I think first day was not that easy. Then I actually understand mo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hinking as well, that in the main topic. If we cook it again, it's just gonna be more confusing. So just calm down and rethink. 你觉得你们现在这个菜完成的进度的话是多少？0。0啊。
认真的男人，多丑啊！其实我们合作的，我觉得进展是非常顺利的，因为我们有比较先天的优势，就是隔得非常近。他的餐厅到我的餐厅一共才1-2公里，他的餐厅每版菜单我都会去吃，我的餐厅每版菜单都会吃。我们足够熟悉彼此，我们知道互相的实力和底线去到哪里了，所以整个过程一直都是我们互相输出灵感，互相给意见，还差点稍加了风味，是吧？我想想法都是一样的，果然是自己人。我们基本每天晚上都泡在厨房，2点、3点，甚至4点，我们才离开。那个时候我是感冒的，所以说没有味蕾。你试一下，就只能去让甜哭了去充当我的味蕾。不够实，这个味道。原味是吧？不够辣，不够辣。对了。我跟年少有为这段时间的合作，我觉得就1+1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4。准备好了，兄弟，可以了，相信自己。I do first that chop the peppers for I remove all this one to here. I start to cut. Yes. Okay. 计时开始。他们的案板都不一样，一个是中餐常用的圆墩，一个西餐常用的长方砧板。我们西餐主厨拿中餐刀切洋葱来切得挺好的。这组文文胜算应该大吧？做湘菜的。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You have? No, I don't have now. First beginning, we don't have too much time to practice, not even too much time to communicate, and kind of the trust issues. 你看看那边，实验眼镜都戴上了。因为我们的菜更偏向拆解，再去解构这个风味，整体风格更像实验的感觉。我们今天要做的是4个单品组成的一套青椒牛肉 set。这一套 set， 我们把青椒牛肉绝对拆解、绝对重构，甚至绝对风味，我觉得这个真的输不了。那这样的话，我感觉那边有点危险了。我觉得这道菜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对传统的一个尊重。对我们自身的关键一定是好吃。冥冥中有一个非常笃定的感觉。I believe we are stronger。青椒牛肉对决的投票结果是。怪紧张的，看到是紧张。宫保鸡丁准备开始。这么多天我练了无数次，每天都练到这道菜所有的口感跟味道都要掌握在我的手上。我第一道菜特别有信心，我还是赌邓师傅赢。我们都在等你炒。学习一下。我今天这个宫保鸡，我可以给它打到88分，所以姜还是打得辣。它就是标准，没办法。颜色不对呀，泡的时间一久就不对。但是有些东西呢，它永远是要吃这样的宫保鸡丁。传统与创新的对决。投票结果是。大家好，我是欧浩然。今天我会为大家带来一道冷吃的蛏子沙拉，然后会配上一个花雕酒的油醋汁。我们会用到海天3年陈花雕酒做一个油醋汁。我们呢蛏子不要用水煮，而是用到了海天3年陈花雕酒还有干葱一起焖熟。那这款酒呢酒精度有16度，它的这个酒香很醇厚，品质也很高。那既能去腥又能锁住它的鲜味。那我们现在会给一点点花雕酒和蛏子汁。给一点醋，先盐，然后我们会有一点橄榄油，然后我们的油醋汁就完成了。那么首先在盘底排我们的西红柿，我们蛏子会摆多一点点，最后再给一点我们的油醋汁。那这样我们一道带有花雕酒风味的一个蛏子冷吃沙拉就完成了。向大家推荐我们的海天3年陈花雕酒，它是3年纯粮食酿造，大家也可以试试用花雕酒玩出不同的花样。每周3、周4来腾讯视频看《一帆风神》第2季，12点 SVIP 更新 ，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每周5 12点 SVIP 惊喜加更，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
每周6 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一饭小馆，畅聊正片幕后。每周日精彩衍生一饭家常菜，看大厨教你做家常菜，更有各种精彩花絮不定期放送，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天性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来一瓶万益蓝小蓝瓶益生菌，吃喝封神好搭子。本节目由万益蓝 Wonder Lab 指定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正版授权小游戏，加入一饭封神小厨神，秀人间烟火气。一饭封神2联合微博发起一饭封神菜品上新活动，上微博搜索一饭封神，进入话题页参与活动，推荐你最喜爱的菜品，将有机会解锁超多精彩福利。快来为心仪大厨的招牌美味进行强势推荐。我认为能够体现一切中国特点的饭菜都是宝藏。中国太大，地理环境、民族、气候有太多的不同，造成了千差万别。努力的品尝到更多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打开中国食物宝藏的一个过程。上微博进入一饭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1000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1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参与一饭封神2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饭封神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饭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西窗竹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就是检验这些创新最好的地方。一饭封神，它更像赛会制的比赛。哇，这是什么？这是要干什么？一个厨师在这个场地里，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光头匠需要一个 OK 泵。喂，着火了！一点点失误，可能你就往前走不了了。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你的结果是录取。知道。我觉得一饭封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烹饪，让他们去想怎么用食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对中国美食巨大的贡献。